我自己觉得日本人蛮佩服的地方，就是愿意让海外的技术导入到他们那边。以我的想象来说，如果你讲台湾对日本人的那个印象度，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如果还是就是只是有个印象而已，我知道产业或是特色或是优势什么的，其实大部分人没什么印象。那你要怎么打破这个破冰？当然还是要透过 TSMC 破冰，就是会先跟他们讲说我们有 TSMC， 然后再来会讲说你要先有个那个，再来会说其实台湾跟矽谷非常要好，我们很多人住在矽谷，然后 YouTube 创办人啊 Twitch 创办人都是台湾人，然后他们就一开始先从半导体就有好感，然后就说哇他们网络好像蛮厉害的，然后再下一步就说我们 AP 有上市啊什么的，在日本上市，对，有好几个中心上市，所以这是你一个标准推荐的流程，要不然男公关一样，就是有这个，啊，因为他们一见到也不见得说对你就有什么特别印象。嗨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塞恰，我是 Inside 的编辑米娅。我是 Fox。那本期塞恰邀请到的是 Stop Island 台湾的柯奇。中文我没有抬头 ，Hello， 我是柯奇。他的 title 有点太长，我不好意思一次念出来，叫做策略合作资深经理，因为平常没有人这样子在称呼他啦，所以我们还是念一下。好，请你自我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 Start Island Taiwan？ 因为 Start Island Taiwan 是一个国发会的所谓国家品牌，就是要有点像用这个品牌，然后升值全世界大家的人心，就是说大家想要台湾就想要新创。所以就会有一个 Start Island Taiwan。如果大家去找这一个名字，应该会找到一个国发会的官网，然后再介绍台湾有什么新创资源之类的。然后会找各地有 Start Island Taiwan 会办活动啊，然后或者有各种帮忙媒合新创跟日本的企业，或是美国企业，或者海外各个企业。对，所以柯奇这边是负责日本。我主要还是负责全球，但是因为现在台湾跟日本非常的火热，所以日本是我很重点之一。然后我本身也住在东京。你一年花在那边多久时间啊？一年我大概每一两个月回来台湾一次，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东京。OK， 那那具体来说，在日本做些什么事情呢？主要在日本，好紧张哦。我讲直白一点，就是我有点可能像 CIA 一样潜伏在日本，然后可能平常跟各种企业，什么三菱啊，或者是日本那边的加速器，或者是政府打好关系，然后在可能酒酣耳热的时候，就说我这边有一些很好的台湾新创，你要不要认识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地方？或者我会去某些可能大楼，他们什么三菱的大楼，还有 POC 的地方什么，然后我就说，那我们这个有这个台湾的新创，感觉可以运用在这个大楼，什么新科技，你有没有考虑一下？这种平常要做这些事情。我每次去日本，然后去类似这种的，我都觉得他们这种就是深不见底的感觉，就是米兹必须，因为米兹必须满地都是。米兹必须的大楼满地都是，然后有时候跟大谷翔平一样啊，对，真的是他最近的广告满地都是，你看我还接住了。但是米兹必须我就觉得他到处都可能都有一个加速器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可能就有你进去，我有一次去了其中一个，然后去就里面都是日本，然后里面都很热闹，但是你实际问，这感觉也是要有关系才能够进去啊，并不是一个非常能够容易打进去，所以就需要你整天在那边跟他们搏闹就对了。对啊，就是要好像混进去，就是我就是成日本人的一份子。哇，那你听起来日文很好咯。日文还就是可以一起喝酒聊天的程度。你过去比如说我前阵子看到找你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呢在松烟底下看到办这个 AWS 的活动，然后在几个月前我看 Start Up Island 台湾 Start Up Island 台湾是不是也在日本有什么成果展之类的所以讲一下这两件事情好了。就是5月初的时候有东京最大的新创展，就是叫 Sushi Tech。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去年台湾就很多人参加，可能大概也是40-50家新创参加，然后蛮盛大的。然后东京都的那个知事，就他们的市长也有来。然后今年的话，也就是有延续去年，也是很盛大，也是快50家台湾新创去。然后东京都知事也是有来。然后我们这边还有唐凤啊，什么 AP 的创办人什么，大家都有参加。因为就在台湾人在 Sushi Tech 的势力是非常庞大的。你可以讲一下 Sushi Tech 吗？我记得我以前这第一届啊，这应该是第2届，因为最刚开始叫 CT Tech， 所以去年改成 Sushi Tech。
所以 Tech 听起来就比较有记，不知道为什么对台湾人来讲就比较记忆点。CT Tech， 那这个有多大？比如说你刚刚说台湾有50家，那总共大概感觉上有多少家？总共你可以想象就是因为像台湾的密台配，但是OK， 然后他因为他们400家，对，然后日本的话，他们企业动员能力很强，所以里面会有各种企业的馆，所以看起来规模非常大。那它主要都是跟网络有关吗？还是什么？主要就是不仅是网络，就是跟新创相关，各种他们什么 open innovation， 然后或是企业的 co-creation， 这是他们最爱讲的口号，全部都有关系。就是什么大型企业跟小公司合作的共创的案例这样子，然后可能就有几百摊在那里。对，然后还有很多很大的馆，可能像什么森大楼，就是那边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就有一个馆，然后就说他们的房地产是如何引入创新什么，就有各种企业的馆。所以如果透过这个，你过去比如说去年有人参展50家今年台湾，你有觉得台湾真的有任何一家跟日本人真的有开始有建立起某种合作关系？我觉得这几年看来蛮多的，而且很多都其实还蛮低调的。我也是靠那个瓦诺拿谁说因为你们这边做的还不错，但他们平常也不太愿意。你说台湾人不讲还是日本人不讲？台湾人不讲，台湾人不讲。为什么不讲？为什么？听起来很值得。但我感觉这些创办人都是非常务实的，就是他们你说什么要邀请他们，只是来演讲一下，说他们做的多棒，他会觉得很浪费时间，他要去跑业务。所以我认识很多创办人，他们可能每个月都会去日本，然后我就不提哦。对，然后刚好我就找我吃个饭，所以我每个月就跟他们吃饭，然后聊聊。所以你最近做的如何？大家其实做的都蛮不错的。你可以泄露的人吗？有，当然有。比如讲1-2个，像是台湾有一家做自动驾驶的叫 Turing Drive， 然后他们在日本之前是在冲绳就有那个场域，然后在冲绳宫古岛上面也有在 run 它的自动驾驶。对，那我听他们说，他们的70%营收已经来自日本，然后也跟很多日本的车厂都有合作。啊，真的假的？是小型客车的。他是做那种封闭道路的各种的车辆，可能什么高尔夫球车，然后或者是载运的，在那公园里面载运的车子。他们做 software。台湾为什么我都没有看到？我记得好像台积电有类似的这种车，就是它好像是在园区里面，然后有点像是公车一样定点接送的无人车，是类似这种的吗？有一点像，不过他们在高雄港其实有一个场域，但是台湾比较没有，是因为台湾没有车厂，没有这方面的车厂，但日本有很多这种车厂，对，所以在日本比较有机会做。因为像我知道，比如说像那个棉豆腐，然后还有比如说有一个是那个忘记口袋。那个可以插 USB Makta， 它那个感觉在日本他们也都做的蛮好的。对，我看到什么鸟屋书店什么好像都有上架。对，所以实际上这在而且那个行动电源那个叫什么 ？Charge Spot 也在那边也做的很好。所以实际上台湾最近的确蛮多在那边的新创，好像还不错。对。那具体来说，那你呢？那你有帮忙哪一家没合成功的感觉吗？我举个例，就是其实我对冲绳这边，我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在经营，但不是因为去玩，就是因为冲绳那边他们刚好。超我想象是他们对创新，然后跟引进新创也非常用心，然后他们还有很多可能中央政府的预算，所以有一次他们就找到我，然后就说他们也想要把冲绳打造成国际的新创生态圈。那最靠近冲绳的海外的一个地方就台湾，所以台湾他们重点之一。那刚好日本是我重点之一，所以要一拍即合。然后那去年的时候，冲绳他们有个最大的新创展，那我就带了。Cancer Free 就是作为一个癌症检测，我去，然后跟 Turing Drive 他们分别 P 竞赛拿第1名跟第2名。那刚好冲绳其实有个特殊的地方，除了观光科技之外，因为观光很兴盛，那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大学叫 OIST， 是只属于内阁府，就有点像我们科学什么大学？冲绳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它只有博士学位，然后里面有诺贝尔奖得主，全部都非常重视 Deep Tech。但他们也在弄新创，所以他们盖了新的2大栋的育成大楼，然后就是每年有 run accelerator 的这种 program，然后
就通过斡旋，就有一直跟他们说我们有 cancer free， 我们非常厉害什么，然后台湾 deep tech 非常厉害什么。后面就他们也对台湾非常熟识，然后 cancer free 也成功。这个新的 batch 大概有全世界可能80多个来自全世界80多个团队来参加，然后 cancer free 是其中4家入选，然后他们就可以有免费的实验室的资源啊，然后各种 OST 的协助。我记得他们在前2年的某个活动上，他们的确有人来宣传，就是说，他们在冲绳有做这件事情。然后今年在 Computex， 其实我有看到他们的馆，就是冲绳他们的这个 OST， 冲绳科学技术大学。不是技术大学，是他们这个技术大学院大学。我看到是他们的那个加速器 program， 真的整个政府的计划啦。然后是冲绳，我觉得他们蛮认真在弄，因为另外一个最热门的好像是福岡，对福岡，那就是新创之都。除了东京之外，然后就福岡，然后最近最常听到是 Okinawa， 真的哦，对，就是这3个地点现在是我，然后但还有一个是因为我前夫在台湾也是在宣传啊，真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在很遥远那个应该是他有被宣传到，不。因为冲绳是我认真，我已经听了2-3次了，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好场合就因为他有在做宣传，不是那个场合，我没有遇到他，那场合我没有遇到他。但是 anyway，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日本，就是你除了东京之外，你有这个福冈或者是冲绳的选择，那你觉得？因为大家想说，我当然去东京啊，人最多啊，应该最好推广，我为什么要去福冈或者跑到冲绳？尤其冲绳离日本本岛这么远，感觉上生活习惯又不太一样，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啊。不过还是要找一个切入角度，因为刚开始去东京有点像大家不太知道要怎么进入，而且通常跟日本做生意，大家都知道谈蛮久的，所以你可能东京这边还在谈的时候，那冲绳那边就跟台湾很亲近，所以而且冲绳它本身就有很多 program， 那也对台湾非常友善，所以透过冲绳这边 program 可以先做一些东西出来之后，会帮助东京这边的那个的商谈的顺利，因为他们就知道说所以在日本已经有应用你们的产品，好吧？冲绳就是日本，对啊，因为想象当中，以一个观光客角度来想，的确也是台湾跟冲绳的文化比较好打进去。就是如果你要直接进东京，那为什么就是全世界的外国人都在东京？台湾人有什么切入角度会比较好接上去？确实。因为那福冈呢？你最近有去过福冈的那种加速计划吗？有福冈也是非常积极，他们也是每年都会来台湾，然后都有大批人马。那我觉得福冈，但因为福冈毕竟主强项可能是 finance， 所以那不太是台湾的强项。但是福冈不知道，我完全不是新创制度，对，我每次因为福冈，我讲这件事，福冈是我大概是2012年、2011年，他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的那个市长都还会出席之前叫什么 B Dash 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市长就出来，他说我们这个开始第1年、第2年，所以到现在已经10几年，但我完全都不知道是。就是后来偏向跟金融为管，但也不能说是偏向，就是他们那个是他们的强项之一，他们都会跟我说那是他们强项之一，因为我可能会跟他们说，我们有这些新创，有什么可以合作？他就是说看有没有 fintech 或什么的。但另外一个是福冈周围有一个北九州市，他们蛮多制造业相关的工厂，然后他们可能最近觉得说福冈非常怎么样，非常抢下风头，他们现在有开始崛起，所以他们也很积极来台湾说，那台湾也有很多制造业可以去他们那边合作，所以我觉得可以不只是福冈，可能是九州这块地区的这几个城市都可以去试试看，而且冲绳也是九州啊，冲绳也是九州哦，我懂你的意思了，这是延伸。OK， 那我记得在这我刚刚讲 B Dash 嘛，那现在有没有什么著名？刚刚讲 SushiTech、B Dash 啊，或者其他最有名是 IBS， 这主要会展是有哪些啊？就如果是纯新创相关的话，就是 SushiTech 现在可能是几乎最有名的，因为是东京都主办，然后 Deloitte 也有Deloitte 负责，然后 IBS 也是一直都很有名，然后台湾人这边也是每年都会去，蛮多人的。再来福冈那边有个 Ramen Tech， 但规模拉面，因为他们的拉面是强项。
但规模跟 Suite 还是有差，不过那是最近也蛮有名。然后刚好因为福冈很多外国人，他们有各种措施吸引这些外国人，所以在那边参展会感觉非常国际。因为你也觉得很妙，福冈那边看起来很多韩国人，就是因为可能离韩国比较近一点点，所以韩国福冈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台湾的高雄，它毕竟是第2还第3大城市的样子，然后也是人非常的多，那就是那整个氛围都不一样。这想起来就是东京、福冈跟冲绳这3个地方，感觉非常的不同。我怎么觉得福冈比较像台中？台中啊，有这个感觉，就很多外来人口啊，然后比较有那一种活力。对，因为 Sushi Take 其实听起来就像是刚刚讲，像台湾的 Meet Taipei 里面有可能300到500个摊位，但是刚刚我讲 IVX 其实是叫做 Infinity Venture Summit， 那个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创投，他们曾经投了台湾非常多的网络公司，然后他们每年应该1年1次还是2次，我忘了，1年1次，然后1年1次就是在日本办。然后另外一个我讲 B Dash 其实也是创投，但是他们的我记得基金规模比较小一点，然后1年办2次，然后有时候在东京，有时候我有看过在北海道，也有在福冈，我不知道他们其他地方，但是就还有 Osaka， 然后就都有办过。那其实那也是比较像是 VC 对创业者，就它不是摆摊的啦，对，有点不大一样。那讲一下这个 Startup Island Taiwan 是具体上在日本开始做哪些事情？就除了你刚刚叙述的这些事情之外，还是你只是他们那个远大 program 里面的小小螺丝钉？那 Startup Island Taiwan 其实经营日本已经蛮多年，可能3年以上。然后3年前就有第一届日本叫Japan Taiwan Summit，就是在那边在东京办一个很盛大的活动，然后邀请各个日本的企业伙伴什么，然后再带台湾新创去参加。这已经做了，就是3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做，所以累积到现在，其实已经跟那些主流的企业都蛮熟的，什么 Sony 啊、东京大学什么的。所以现在就有点像是持续还在曝光台湾新创，就是像参展 Suite、参展 IVS。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透过这些原本建立的人脉，然后看台湾新创有哪些需求，然后帮忙媒合对接。OK， 好可惜哦，我一次都没去过啊，complain 一下，明年就邀你去了。原因是因为呢，因为这件事情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就没有在对外募资，也没在做这些事情。在2012、14的时候，在第一线站，我那时候常在日本，那在日本，那时候说哇，就是自己那边跑来跑去，然后因为我们投资人是 Cyber Agent，所以 Cyber Agent 本身那时候 Cyber Agent 还自己每年都有一个 pitch，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 venture， 然后他们的所有的这个叫什么团队也都会上台 demo。然后我好像是2013年有去 demo 过，所以我就印象中很深刻，就是我后来的感觉是，看起来都类似的，类似的。对 ，OK， 那接下来呢，就是他们有什么就继续曝光，想办法就更多有什么 KPI 之类的吗？他们的目标会是什么？你不要一直压人家 KPI。不是，我只是好奇，他总是有一个目标，说我今年要媒合成功什么事，总是有一个。通常会是哪个方向？对，通常是哪个方向？那当然就是什么帮新创找到订单，或者帮新创找到钱，那是台湾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啊。但我们这边现在在准备，感觉这么模糊很难啊。但是就是没办法，还是得做到。OK， 但我们这边有个很酷的计划，现在正在进行。就是像你刚刚讲的，米兹必须有什么各种部门，那我们就想说，但米兹必须毕竟是日本最大的集团，然后我们跟很多个部门都有认识，然后现在看是不是可以谈一个，因为后面我们跟米兹必须 Research Institute 也有合作了，那他们有点像是比较里面的顾问单位，那他们就会比较知道米兹必须各个单位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谈说，看是不是一起有一个 joint program， 然后我们让他们挑可能10家台湾新创主任每年，然后他们看可以怎么跟他们旗下的各个部门有塞进去，有一些那种 POC 或者有一些谈那个合作的方法。可是你观察来讲，就是说，过去日本可能在汽车，可能是因为他们产量非常的大，有领先。但我之前在看新闻，就是说他们也开始，比如说日产可能不大行了，或者是那你觉得近年来日本在接受这些 AI 啊，或者是新科技
这边的强项是什么？我觉得是他们那个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因为他们每次盖。他们像麻布台之丘或者六本木之丘是森大楼主导，他们那个不是就是盖一栋而已，他们就是盖一个区，然后那个区他们就一定会强调说要可以什么100年持续100年以上，然后要 sustainability。顺带一提 ，Sushi Tech 的意思是 sustainability。哦，不是，是所以他们对这种 sustainability 非常重视，所以那种城市他们就要导入各种新的科技，然后就是可以让这个城市很永续啊什么，然后里面也有很多什么无人车那种。那刚好那种房地产开发商非常有钱，所以他们都很愿意尝试这些东西，对，很愿意尝试，然后愿意花钱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智慧城市对他们来说是对台湾新创来说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但因为智慧城市里面蕴含的意思很多啊，比如说什么 AI 管理什么能源啊，或者是什么之类，它还是需要有很多拼图。因为传统印象来讲，我们会觉得日本人的汽车工业很强，或者是在过去的很久以前的DRAM或半导体很强之类的。可是现在我们好像没有一种感觉是，比如说 AI 世界，我没有觉得他们是主要的潮流啊。对啊，他们就是有个新创什么最速独角兽传说 Sakana AI， Sakana 就是他们在做因为他们的 LLM， 但是那有点像是一个也算实验室嘛，而且比较偏实验室性质，比较学术性质。不过它真的是。就像一木之，然后那种日本各种官方单位，什么各银行全部就马上涌上来，然后他那个就是最快达成独角兽，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叫什么？哦，那个什么群啊，群有吗？有这样翻译吗？哦。Google 的研究人出来自己在日本成立的，对，那我记得好像是群还是就是海里面的鱼的某种，对，就是那个 logo 是一堆鱼，对，那我没记错 ，OK， 然后刚好，而且 SoftBank 他不是有跟那个川普说他要投资什么 Stargate， 对，但你可以知道，他们说我们就是有钱，就是我没有感受到他们，比如说在 AI， 我们有自己日本的大型语言模型。然后或者是说，我现在有没有要抢我们的硬体是我们哪一个最强？因为你开，对不起，他们去开他们的汽车，我现在都觉得他们汽车可能落后一个世代的感觉，然后就整个都没有到最新的感觉。那到底他们就是现在最主力？你刚刚讲智慧城市，可是你觉得智慧城市他们也都是 import 国外的东西进来吗 ？import 国外的东西，但他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东西，所以但我是觉得。因为他们，我生活在那边，我觉得他们盖这种东西真的非常厉害。然后，因为他可以把那个城市变得非常舒服。然后他们也像最近你刚刚讲到汽车，他们也有引进 Waymo 嘛，对，就是在许布亚那边啊，真的啊，我不知道。像许布亚那个有点，他把那整个城市也当作为那种大型场域，让大家可以各种试验。我记得 Toyota 是不是才在之前刚好也宣布说他们要盖一个 Toyota 城市，然后不知道在哪里，然后也是说是智慧城市。我觉得那感觉都很像，就是我们把这所有最新的东西都塞进来，然后就我们就做了第3新东京市。对啊 ，Toyota 的智慧城市。OK，那还有什么？你觉得他们现在最近你看起来非常印象深刻的科技啊？印象深刻的科技比较没有哦。OK， 不是，毕竟我们台湾人是很常吸收 Silicon Valley 的资讯嘛，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一群人都在追着，比如说比特币啊，我 follow 很多这样的日本人，就是币圈的也没有应该讲币圈的、链圈的，或者是 AI 的。我 Twitter 上面有一群日本人，就是很会用 AI 动画的那种东西，就是 VTuber 的那种东西。那这是他们绝对领先啊 VTuber。就是那个他们非常厉害，动画类型的非常的厉害，然后还有之前游戏类型的，但这就是他们的传统强项，所以你没有觉得就是不是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没有那种说哇，你们 AI 做的如此的强大，然后很卷的感觉，好像也没有。那有没有什么你追日本新的新创，然后你觉得很厉害的？因为我记得他们有一些，比如说做法律的。的新创，然后做什么 FinTech 的新创，有好几家，我曾经看过，都觉得好像
蛮厉害的，但我都不确定到底他们的使用者多不多啊。相对我没有看到什么，我觉得有一些新创都不错，但是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印象深刻说这个超屌。但是我看到一个我觉得蛮酷的现象是，但这个我观察不一定是对的，就是我发现他们做了很多 AI 的新创，因为我参加一些 AI 的活动，然后 pitch 的人跟 CTO 是中国人。就是他们可能很多中国人移居到日本，然后他们等于是日本人，但中国人 AI 蛮强的那些人，然后他们本身的技术，所以有中国人再搭配上日本的 co-founders， 那日本人可能负责 business。我觉得这一类的新创，他们 pitch 起来就是感觉蛮成熟的，然后技术也是厉害的。这搞不好台湾人也是一招就是我是说日本人搭配台湾人，然后在那边开新创，然后打那边的市场。对啊。那你有觉得什么题目比较好吗？如果以 AI 来说的话，因为实际上 OpenAI 看起来在日本非常的顺利，就是他们也开了办公室，因为 SoftBank 有那个然后 SoftBank 就整个大力艺术把它灌进去了。然后你就在想说，我好像印象中有看过 CyberAgent 有做出自己的 LLM， 但我也不确定用的怎么样。然后你就觉得他们在 AI 这一块好像没有认真开发我更早之前我有看到他们的一些议员啊什么之类的，很认真说日本一定要有自己的 LLM，不然在这个 AI 时代失去话语权，或是日本人就等于是自己的文化会断根。我觉得日本人很在意这件事情，但我没有看到真的有什么好的实际的产出，你觉得呢？我可能也不是这方面专家，所以我是也没有看到。不过我觉得他们一个好的地方是因为日本毕竟是全世界都向往的城市，所以就是有各国的人，可能 AI 相关各国人就是会去，然后去的时候他们就是会聊说可以怎么合作，这是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东京满地都是外国人，然后外商真的会把它当成是亚洲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出海的首选。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访问 Speak， 他们也是在那边继韩国之后他们是日本之后才台湾，所以日本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一定会去，而且老外们一定会去。我只是比较在意的是日本人自己，我觉得他们很认真在学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很没有排斥的，很奇怪的，就是以前个人应用方面你就觉得日本以前好像对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么熟悉，觉得他们的 IT 好像有点僵化，可是对于这件事情上，他们又异常的拥抱，而且是大力的在推广的感觉。对，我觉得我在那边，我以为日本人可能比较保守一点，但我觉得大家真是每个人都在喊 Open Innovation， 每个企业，然后每个城市可能都会。就是可能因为毕竟我们是有点像半官方单位，当然有那个什么东京他们有 coworking space 都会来联络我们，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连那种超级小的城市，他们都会说我们现在有那种 Open Innovation， 对 Open Innovation， 我们有那个 coworking space 里面都是什么新创在进驻什么，然后会跑来联络我们。我那时候想到这个城市怎么可以有新创？对啊，你就感觉。就好像我突然彰化县说我们现在要盖一个我们也有彰化县也有彰化县也有，不要这样讲，或者你可以理解，有，他们就是全部各个城市都有 Open Innovation。不是，这跟我们在某个时间点，比如说5年前、10年前的时候，台湾满地都是育成中心啊，每个地方都有，你看起来好像百花齐放，但是你也知道很多是蚊子馆，对，所以我们不确定日本人是不是也是类似状况，但是确实就到处都是啊。然后，因为今天遵循的 AI 啊，我继续问下去的原因是因为看起来他们在机房或者是 data center 这一块，他们有要大举投入嘛？因为我看到东京电力似乎要一直重启核子反应炉啊，我感觉他们也是预计自己的电力会一直往上冲的感觉。我是没有太关注这一块。OK， 是不是还是 Stargate 比较 ？Stargate 有在日本盖吗？没有，主要是在美国跟沙特阿拉伯，他并没有说我要在本土盖的感觉。而且他们这块也不会挂钩到新创，就是你只要听他们各种新创的活动，他们也不会谈到说我们有 data center， 我们要导入最新的新创技术。OK， 所以其实你这边接触的还是新创为主，跟比较 innovation 相关。比如说华硕自己跑去谈的，或者是这种大的就已经跟他们大的商社直接就已经说我们帮你做 data center， 他们搞不好就已经合作了。好吧。那还有什么比较机器人？机器人感觉是一个。对啊，我们感觉日本机器人应该要是领先，好像这一块好像也没看到他们的新
就我们很久以前看到那种，它有个它世博有个电动的那个羚羊还是什么马之类的啊，豹哦，那个机器兽啊，但那个没有，那个只有那好像是那只有动画，是不是？那好像也只有动画。那个在，因为它旧的有羚羊，羚羊是有做出来的啊。有人在路上骑吗？啊，肯定是没有啊，没有，就是我们这边自驾车有没有人在路上开啊？我们连模型都没有，好吗？对啊，对他们世博就展这些东西，但你有看到它的，你也没看过 Atlas 的机器人在路上跑，那个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在路上翻跟斗啊，这个有啊，这个有在路上翻跟斗，会啊，真的吗？波士顿动力有上街哦，有啊，真的哦。在哪里啊？在国外，不是在台湾啦。哦，国外里面，你看机器人是真的有在，已经开始在。哦，你说他在路上跑的画面，但是他也没有真的走入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是台湾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就好像美国跟中国自驾车都有。这种等级的波士顿动力这种等级的机器人不会出现在一般的都市里面。你去找，现在波士顿机器人已经开始有在一些城市运货了。运货哦，对对对，这主要是台湾问题，不是波士顿的问题。但问题是日本的，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他们在除了传统机器手背或者是非人形机器人之外的突破。对，我之前有跟一个 AI 那当地的 AI community 合办一个活动，是在讲 AI hardware， 然后刚好他们邀请了东京大学的一个研究员，他是专门研究机器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机器人很强，但是就像你讲的，我也没有看到什么很实际上应用酷的应用。但我听他那天的分享，我发现他的那些应用是超酷的，就是我没有听过的。然后，但我感觉他就是有一个像机器 mania， 他就是喜欢机器人，所以他做了各种很酷的机器人在他的实验室里面。但他可能没有想过要怎么商转或什么，他就是一心的做非常酷的机器人。比如说是可以人进去开呢，还是什么之类的？对，就是真的会有可以，就是那种可以移动式的机器，很像钢弹的，或者是什么真的是各种形态的，他都试试看，就是五花八门什么的。但他们没有像，比如说像特斯拉的，或者是像语速机器人这样，就是它是可以真的在路上开始走路，做一些商业应用，做家事。我那时候听他分享，我就觉得他就是只是想，他就觉得很酷，他就想做机器人，他没有想到，他就是做环太平洋就对了，黑号那样子哦。不是，因为我知道日本这种很多，之前还有几年前都还有影片看，他们就是那种可以2台机器人，然后自己进去开，然后2个对战的，但也是没有商用，就是没有商用，然后实际上他们打起来看起来不是很精彩，就一直在概念阶段，对，就是没有往下，就是为什么好像忽然间他们好像在某个时间点卡住了，然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觉得但不过如果以这个领域来说，你说台湾新创跟他们合作，台湾这边也没有什么机器人相关的东西可以跟日本合作。那无人机嘞？无人机那个有点太是不是国防相关？我觉得没有，他们也没有类似模型机器人这种东西，就是模型，然后像以前我们雷虎就飞模型飞机，那是从这个东西演变成无人机嘛？我们也没看到过，对不对？对你这样讲，我也发现很少看到无人机的新创。我上次去日本的时候，他们有跟我讲，他们的确我为什么去日本？然后我看到这些东西啊，就是他们有我想起来，他们的确有无人机开始在巡守山里面的电线，跟去看，比如说什么瓦斯工厂里面的槽，还是什么之类，他反正那个东西会去巡逻。但我好像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里面看到人家讲说日本人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做的无敌厉害。但你还记得我们去年一起去台南的时候，就我们有参访一家台湾新创的晴朗，他做无人机。对，那时候他们说他们主力就是东南亚市场。我那时候还跟他说，怎么不来日本？他有说日本的法规很麻烦，所以他那时候他们还在评估。我跟柯奇的认识呢，就是在去年。然后呢，因为沙仑的台南那边有个沙仑园区，然后刚好那边有一个我忘记是什么的活动了，然后大台南的什么园区的活动，然后我们2个就这样认识，然后就去参观一下。所以那时候有参观在沙仑的一个无人机的公司，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然后比如说我为什么会找那个谁全联电子的老师来，
他因为我也是在那一个场合上认识他的，然后请他来上节目。所以现在就是在各大活动坐你旁边的，就是有机会被你邀请来上节目。确实，因为起码我知道你在干嘛嘛，我觉得很有意思来聊一下啊。不是骗子，对啊，起码不是骗子。然后说啊，你在 Startup Taiwan 这个做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来聊一下，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就是你也觉得日本很神奇，就是他们理论上这些东西。在动漫里面，在我们理解的日本人的，你说很 cyberpunk 的机械动力，这些都是感觉他们应该都老早就要能做到，结果好像我反而在这一波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还是他们其实跑去做基础建设，比如说，但里面可能是用，比如特斯拉可能用他们电池，那个很基础建设的工业的东西，但我们反而就不会是我们新创知道的领域啊。我自己的感觉是，他们比较在乎很实际的东西。就很像新干线相关的东西，像 JR East， 他们真的是就是列车就做得很棒嘛，对啊，那种东西他们就会很棒。然后真的你要什么新东西，他马上导入，然后马上应用。我觉得这种实际的东西他们就会比较。但你刚刚说可能我们机器人怎么都买菜，有点像是感觉很酷，但是又没有那么实际。对，他们可能在基础科学上面还是非常的强大，只是在真实把它弄出来的时候，不像。美国或者是中国上的，就是感觉摔一波，先摔一波这样。他们都是先干再说啊，就是反正先弄，亏钱不怕，还没想到接下来的生态系长怎样不怕，反正我这做出来我先做，能捞多少钱我先捞这样。可是也不会啊，因为其实日本因为网络科技赚钱的企业超多的就是比如说之前把网站卖掉，然后买了特斯拉这个太空船票那一个日本什么。Zozo Town，Zozo Town 的老板啊，他就是这一种很特殊的人格啊，但他感觉就是特殊的那个人，对，他可没有啊，我看比如说，Cyber Agent 的老板也很帅啊，他就会穿着皮衣骑重机的人，就是我觉得这些人应该都有想办法要往下一个，或者是你说 SoftBank 的这个孙正义，我相信他一定有一堆。很有钱的朋友，然后一样是科技圈或网络圈，一定想要做一些这种很狂的新的很狂的事情，但好像就没有没看到。对啊，我感他们很狂的事情都是大笔投资，我有钱。对，这整个就是我认知会有一种脱钩的感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我也在搬到日本也才1年，所以我也是我的疑问，还没有你的疑问好，那未来的1年里面才探索。那好，那你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你以前在干嘛的？我以前我去年搬到日本啊，那以前在另外一个科技媒体负责在数位时代，对，我负责新创英文线的报道。写英文的报道，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负责国发会的台美的专案，所以办了各种跟美国创业相关的论坛啊，然后带团去美国，然后在密台北展会里面也负责海外团队来参展，当然里面也有各种论坛。然后那时候就是当然就采访那些什么 YouTube 创办人啊，然后 Twitch 创办人，然后什么晶片战争作者，什么各种。然后我就做了大概3年的时候，我发现。就你们也知道，你们做媒体就是做这些采访或者是论坛，想要下去玩，不是最麻烦的就是约人。就我面子就不够大，你约那些人什么就约不来。有面子比较大，没有也没有。有一次我办了一个 YC Alumni 的算分享，然后就找台湾4家入选过 YC 的 startup， 但我就觉得欠缺一个，我想要 Gary Tan 那个 YC 的执行长给我们鼓励一下嘛，支持一下，酷一下。我约了半天就约不到，然后就是反正我自己本身约不到，我也找了几个朋友约不到。最后我透过 Rotten Tomatoes 的创办人，他写一个 email， 对方就回信了。然后我想，哇，这就是面子的厉害。不是因为还是那个圈进不进吗？那如果我找 AIT 的呢？不知道，不是对，但是如果我面子不够大 ，AIT 的也不会帮我约啊。确实，所以我那时候如果你会怎么熬 AIT 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自己要提升一下，因为我觉得我提升到什么一定的高度，那
整个事情就不一样，就很轻松。你要打入那个酷酷集团，卖你的面子就可以约得到就好了。对，另外就是以前做台美也很常要帮台湾希望跟媒合创投嘛，那我觉得全部东西都是看到面子上面。就我面子不够大，我现在要叫那个矽谷创投说跟这个台湾希望聊一下，他也不想鸟我。我1分钟几十兆上下，我很忙，我连回封信都不愿意回你。确实，我前阵子在翻一些国外的这个 YouTuber， 很奇怪的是 Acquire 有回我，就是有一些很大的有回我，那有一半是也不太鸟你，就是也没有回应。比如说像我想翻 YC 的也，他明明有 Media 的负责人，但就完全不会有人理你，就你也觉得很奇怪，这他不是要他的最大头同意，而是就是media 负责人，media 觉得处理一下，总是有个人负责这件事情吧？那个人没有人回，就是我写信给所有创投这种影片的 media 的负责人，没有人回过，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是不想管吗？那就他们的确真的是不管，他们真的是不 care 啊，所以后来翻了就无所谓，对啊，所以你也要搬去日本，提升面子。但我没有这个要求，我没有特别一定要怎么样啊？然后，所以你就觉得哦，对了，的确，你现在要约访人家要有一个原因来，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比如说，找个名目，谁的太太，谁的找个关系，谁的姐姐在台湾，然后把她熬来这样子。对，而且特别是因为台湾的关系，就是那时候我可能要负责邀请很多矽谷那边。甚至之前还讨论过什么要邀 Elon Musk 啊，要什么Microsoft 那个创办人 Bill Gates， 就是邀不来啊。唯一方法就是类似像那个谁郭台铭硬把 Sam Altman 对邀来，然后叫他来这边比赛，然后他来这边满头问号，然后就又飞走了。然后我就想，哇，那一场真的满头问号，真的完全靠面子熬来的感觉，真的是完全是真的是用硬熬，你看出来这个人就是完全不愿意，我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的感觉。当然是郭台铭个人能力厉害，这已经跟下面多少人会办事就没关，就是郭台铭一句话就会来。他可能应该有什么交换或干嘛的，然后不愧是在川普心中留下一道伤疤的男人。真的好像是因为要选总统嘛，所以他去把 Sam Altman 邀来。对，好像也没有看到其他。你看郭台铭之前要选总统也把那个孙正义邀来过一次，我也参加过，我觉得哇，真的是好有面子哦。好像也只有他有这个，因为其他电子五哥之类可能也都有这个能力啦。就是把这些透过供应链的关系，对，才要把它，因为真的有吃过饭，比如说商业上真的有往来，可能真的认识库克，所以可以把库克弄来。就像有人在展览的时候可以坐在 Fox 旁边，就真的会被邀来上节目，然后至少见过面。像我就因为 Fox 的面子，我当然要来啊，不然我根本就不是。因为你现在想一想，都觉得哦，真的是要硬要，其实这些没有自愿来的意愿呢，就是觉得台湾很重要，然后所以我一定要非来不可，好像很少看到这种人，对吧？没有。所以以前是斩钉截铁没有，我有做这么多年，我觉得很辛苦啊。对美国通常都不行，那日本的有比较简单一点吗？日本是一个圣地，我这样搬去日本，我觉得我是很羡慕日本，因为我觉得他们邀都会去。也根本就不用邀，他们自己就会去度假。像什么 Gary Tan， 他自己就会去东京度假。最近我有看到 Gary Tan 还会说什么，好希望 San Francisco 可以变东京什么的，整天在那边讲。然后上次我去 Hokkaido， 因为他们有做一些 innovation 的东西，然后他们就是说我们有那个什么名人会来滑雪的时候，我们就找来讲论坛。这都是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确实，我那天去星际大战也是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本来以为那是日本会比较多的场合，结果没有去。我去的时候，大概有一半以上3/4都是欧美，就是从世界各地来。然后你从哪里来？我从美国，我从墨西哥，我从哪里？就是而且亚洲，因为离亚洲近的关系，更多亚洲人。然后我想说，哇，果然日本还是一个话剧也跟档的地方，就是你还是大家都还是本身就会想去，对，自动就会去，所以来给个 speech 或给 keynote 也很顺便。然后就想，哦，那台湾就好像。还是其实他们有来，我们不知道。我有时候偶尔会听到说偶尔有听说谁来，比如说之前 Podcast 的谁来，比如说Acquire 那2个来，他们也就是就闪电来，闪电离开，好几个都这样子。我就是看他们 Twitter， 忽然间台湾，怎么又走了？但他来可能是他是为了做那个 interview， 就来做那个张忠谋 interview 嘛，就是那个很 specific， 那也是为了张忠谋面子啊。
确实就是张总，我不可能叫张总飞嘛。好了，我飞，对啊，然后飞完就也没想说来台湾看看有什么东西，我就飞走了。对，就台湾办个什么见面会啊，什么之类都没有，就直接就飞回去了。就是大家都很直来直往，很单线道啊。然后有啦 Computex 才会有出现黄仁勋。对啊，但我觉得 Computex 也是因为黄仁勋在这边，所以大家。有跟来的，有这是硬体的世界的玩法，好吧，希望你，那你在日本感觉你有这种水准的吗？我还在努力中，有面子。比如说，好，后年你可以邀请到东京都这个市长来台湾，这样有用吗？不知道。福冈嘞，我觉得福冈可以，福冈绝对可以，多少还是有帮助啊。就是日本那边人会看到说，为什么他要去台湾？是不是真的我们有什么合作？我觉得这样会帮助到蛮多新创去谈事情的时候。因为像我去年刚去的时候，可能找大家聊，每次聊3句，大家就说，那你们有没有半导体是不是很厉害？那有没有什么半导体上面的合作？就是那时候大家对台湾印象就是半导体，现在应该还是啊。现在但因为我们有 APR 有在东京上市，然后刚好去年。东京证券交易所有一个什么育成的 program， 选了11家新创吧，4家是台湾 base 的，有 KKday 啊，Ubitus，然后21世纪金融那些，所以那个有时候就会拿出来讲，然后他们就知道台湾新创在日本很认真。对，因为 Ubitus 也是其实很认真在日本经营，然后也跟任天堂有签约，有合作了，应该是直接已经合作了，所以有很多东西。的确，现在在日本慢慢的是有起来，比如说你讲 ChatGPT， 他们搞不好还说，这也跟台湾有关，因为应该会，因为满地都真的都是，因为满地真的都是，从全家也都有，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吧 ，ChatGPT 也跟台湾有关，然后这个 API 也有，然后刚刚讲 Ubitus， 那其他可能EC Life 算吗？17，他们都不知道那是台湾的公司。对，没有讲说17其实跟台湾也有很严重的渊源，虽然是日本投资，但是很严重的渊源，应该是吧？对，所以这些讲一讲，搞不好他们就原来这些都是台湾的，好吧？那你觉得你接下来这3年有办法邀到谁来台湾是你的最大目标？我立 flag， 好可怕！立个 flag 啊！我是希望孙正义可以再来一下台湾啊！哇，这有够难呢。但我觉得有机会。他现在没事就跑沙烏地阿拉伯，或者是跑美国，好像对台湾还好，是不是？还好。对，但我感觉在日本真的这种要邀谁来会比较有代表性。我想半天，感觉还是孙正义。他们网络最大的公司是哪几家？网络 SoftBank， 就绕回到 SoftBank 啊 ，Line。那也是 SoftBank 的。你说如果这样算，大家都是 SoftBank。有道理，还是 SoftBank。但 Line 的现在或者是这个新的 LY 这家公司最大的老板包是谁？我忘了。有道理。比如 Line 的首长，因为他们本来有分公司来，可能还比较有意思。还有什么网络公司？我们觉得台湾人会觉得乐天。但乐天这几年亏损很严重。对啊，他们好像赤字的问题。乐天还有什么传统巨擘？一阵沉默。对，所以我觉得 SoftBank 比较 SoftBank， 或者是 Sakana AI 的创办人。Sakana AI 是什么？就刚刚我们前面你的群。但他们在台湾的知名度我觉得不高。但如果是 AI 相关的活动，也许还不错。因为我之前就很希望 Sakana AI 创办人来台湾跟 APR 游子汉一起对谈。听起来很帅。我觉得 AI 怎么顶尖对决，台湾跟日本。这个对，我觉得应该 Sakana AI 因为在日本实在太红了，所以那个人真的是约不到，对吧？根本约不到。真的假的？我有试过约，我去年有试着约看。那你有跟他吃过饭吗？没有，都没有机会，对吧？Holy shit， 怎么这么困难？对啊，我现在没有想要，就是大家台湾人一听到，然后觉得这是日本的某个 AI 或者是某个网络服务，然后我们觉得很屌，然后把它找来台湾，你可以立个 flag 吧，哥。对，SoftBank 啊，SoftBank 再来。哇 ，SoftBank 好吧。但每日 Curry 在美国的因为他在美国做的最近几年做的不太好，不太好。他是他们第一个到美国去登板的，哇，雅虎，可是那要跟 LY 一起的。
真的，我现在忽然间没有觉得某一个日本，然后网络圈很代表人物，然后跑来，然后台湾人都会知道，你会很惊艳，会很惊艳是像那个黄仁勋那种等级的吗？对，就是那种路边阿嬷卖水果的都会知道哦，我有听过。我们现在还是比如说这个Honda或者是丰田的老板来，我们会知道是谁，可能会可能有听过OK， 但我不会想去啊，因为我知道丰田来，大家都他前阵子才对，大家很开心嘛，我有看到，但是我好像或者是如果 Sam Altman 跟孙正义一起来，要打组合战，我觉得打组合战的话蛮酷的吧？确实啦，确实。好吧。而我现在就觉得说，像因为我刚刚讲到很多矽谷那边的人，什么他们都会去日本，我就很希望他们这个可以变一个 trip， 来日本顺便来台湾，反正那么近。以前你知道吗？以前有个 long shot 都是说你来中国，你顺便来台湾。之前在10年前、15年前已经说你都已经到北京，都已经到亚洲，要不要来台湾看看？然后去熬，但我不确定有没有这个成功例非常的多，但这感觉跟演唱会邀请的逻辑很像。对，巡回一下，都来亚洲了。要去新加坡会经过。然后你知道 TSMC 吗？我帮你安排 TSMC trip，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他们博物馆，对，这感觉可以，对不对？但我安排不了啊，可以啦，这一定弄得掉，这应该还好，这反正带他们到那个工厂园区绕绕，我觉得这好像。我觉得这都可能因为以那个为诱饵，我觉得会蛮吸引人的，会比较吸引人。对，可以看一下张忠谋当年写的字啊，讲一下什么这故事，然后来台湾的时候放个那个赵三者的纪录片给他们看啊，变成一个 trip， 对，可以一套装行程，台湾科技行哇！你看这个是 Start 台湾下一个计划，对，那 proposal 我已经帮你写好了，台湾 trip 我们补助，对。了解 AI 的核心 TSMC， 好烂哦！酷，对，好吧。那本质上，你觉得他们现在对于新科技接受程度如何？这些 AI 所有东西，我觉得是蛮高的。如果他们没有，就我原本感觉说，很多台湾人都说跟日本人做生意很难嘛，然后或者他们很保守。但是我想说，如果他们很保守的话，怎么可能这些台湾新创有办法导入产品进去？是不是有氛围有变呢？就是我以前也常这样觉得，但因为软体新创，比如说我说我不知道我要立多久以前，5、6年前，你还会觉得在日本的软体新创好像没有台湾的这么蓬勃那个风气。然后现在有比较好了吗？就是如果说我想要找到一些新创的人，有没有兴趣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或是像跟台湾的读者聊一聊啊？我在以前如果要找的话，就会觉得实际找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可以问的案例。我觉得现在蛮蓬勃的，就是真的是大家都在做这种新创相关的东西，然后企业很支持，政府也很支持，所以我觉得现在跟以前的差很多。然后我觉得日本没有想象中这么保守，因为对啊，这种排外的话，我觉得相反过来看，我不觉得台湾会有这么多企业可以接受外来的产品导入啊。不会啊，我们听到日本都会想试试看啊。对，不是 IT 类型的啦。但如果是 to B to B 的这种科技相关的，我觉得也没那么多导入海外的东西啊。而且你不能说用日本，因为毕竟来看，台湾经济规模不是日本，那日本是一个对台湾人来说是一个很保证嘛。但你要拿泰国或菲律宾，他们现在有个东西要来台湾，然后台湾人直接接受这种 to B 的 service。难，对，我觉得没有日本人这么 open， 所以相对起来，我反而觉得日本人其实蛮 open 的。但会不会其实是因为我们跟日本的关系有比较大的改变所造成的？但是我觉得，虽然因为日本毕竟有1亿2千万人，当然有很多人对台湾很友好，但也很大部分人他们对我根本不知道，台湾平时在干嘛，他也不 care， 他当然是 care 欧洲跟美国。对啊，确实。这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觉得日本人我是要佩服的地方，就是他们是很愿意跟海外这些，愿意让海外的技术导入到他们那边。但如果说，因为其实以我的想象来说，可能最近在台湾的，如果你讲台湾对日本人的那个印象度，可能还是跟前几年比有提高，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如果还是
就是只是有个印象而已。我知道，但是我实际上台湾的产业或是特色或是优势什么的，其实大部分没什么印象。那你要怎么打破这个破冰？破冰通常当然还是要透过 TSMC 破冰，就是会先跟他们讲说我们有 TSMC， 然后再来会讲说你要先有个那个，再来会说其实台湾跟矽谷非常要好，我们很多人住在矽谷，然后 YouTube 创办人啊 Twitch 创办人都是台湾人。然后他们就一开始先从半导体就有好感，然后就说哇，他们网络好像蛮厉害的，然后再下一步就说我们 AP 有上市啊什么的，在日本上市，有好几个东西上市，所以这是你一个标准推荐的流程，要不然男公关一样，就是有这个，因为他们一见到也不见得说对你就有什么特别印象。可是那好，那这样子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日本人常用的一些 App， 比如说 PayPay， 现在是SoftBank， 就是 SoftBank， 然后我们比如说台湾用。比如说接口什么过去可以用，有没有其他这种？就是日本人都在用些什么样的服务啊？比如说他们可能以前可能比较常用 Twitter， 现在可能不用，可能都比较用 IG。他们现在用这些东西的常用的社区，比如说常用还是用 Line 吗？大部分还是用 Messenger。Line 的话 ，Facebook Messenger， 对 Facebook 就是工作什么的，我都是。我以为 Messenger 是当 LinkedIn 在用都是当 LinkedIn 在用，所以很常用 Messenger。Line 的话，反而我不太会用 Line 密他们，我觉得有点打扰他们私生活。比较像私生活用的。那 IG 就是还有用其他的通讯软体吗？也不是通讯软体，其他的软体了。我觉得还有在 Tabelog 吧。就是那个找餐厅的这家公司在日本还是非常的强盛，然后下面应该有一堆网络公司吧？我其实不太理解，但我觉得他们找餐厅不太那么用 Google Map， 或者就是用那个 Tabelog。我自己，然后我就会说，KK 都有跟你们合作因为可以买在他们上面买行程、买餐厅的东西。因为我现在会两个都用的原因，是因为我会用 Google Map， 也会用 Tabelog 的是比较日本，而且他们比较严格，就是你要就是3.5以上，最近是不错，还不错，就是3颗星，正常是3颗，3.5是已经就很不错。然后如果是 Google Map， 它更宽松，要4以上，才会比较好。我觉得另外是 Tabelog 它的 filter 说哪个有个室，因为你在日本吃饭总是要谈事情啊，包厢叫个室，或是不能抽烟什么，它那个比较有详细的分类。那订房呢？订房太贵了吧？我觉得订房没有特别，就是还是国外就用那些什么 Booking 啊 Hotels， 或者是乐天旅游之类的。还是乐天哦。但很多人也是用 Amazon， 像我邻居，我看每天他都买 Amazon。那 EC 呢 ？EC 是 Amazon 为主 ，EC 我觉得一半一半。但我看 Amazon 谁？乐天。EC 还有那个Big Camera， 然后 Big Camera 跟有豆巴西 Camera 那个都很强势。OK。那他们没有酷澎，酷澎比较小。酷澎好像我觉得还好。酷澎现在在台湾蛮强烈的存在感，对啊，就是那存在感蛮重的。然后购物、即时通讯、社群，剩下都 Google， 搜寻是 Google， 搜寻 Google。对啊，其实他们应该来讲，就是说他们现在有一半其实是被老外给占据了，所以 Amazon 在那边也活得很好。所以他们可能在接受外来事物上面，尤其欧美的也是蛮 open 的。对啊。他们有 Starlink， 他们有，然后 Costco 就有卖 Starlink。他们 AU 是大的还是小的电信商？AU 很大，AU 是大的。对，因为我看他们就是跟 AU 合作，所以你只要没有网络的地方，就自动变成 AU。我没记错是 KDDI， 就 KDDI 的嘛，那就 KDDI， 那所以他就会接上 Starlink。所以那个也是大的，所以他们蛮国际化的，就是有很多东西都还是跟用的是国外的。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你觉得这一年你用到日本的服务觉得很厉害的？我觉得超市，因为我超市我都会去买菜，然后他们有一个叫 Life， 谁的 Life 是谁开发的？我不知道，超市开发的，那个超市就叫 Life 但 Life 它有 App， 然后可以什么几点什么都有，因为像我们的全联，对，但是比较大规模。然后我觉得最方便的是，它有那个推车上面有个平板，它可以直接刷你食物的条码，你刷完之后放在你的车里面，然后你去结账，就结账了。
对，你就直接刷一下，你就可以直接无人结账，自助结账放在购物车上。对，但因为我那种看到这个，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难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台湾我没看过哦，感觉其他地方也没什么看过。而且这个就是非常方便。这我记得好像有2-3年，我好像有看过类似的东西，但它也不是每个地方有什么，就是这几家大的我也没看过啊。不过日本大部分超市都可以自助结账，对，也是。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不能。不是不能是少子化还没有像没有到这样子严重，但实际上比如说像我家的那个家乐福，他们也有自助结账，但我不知道为什么10点之后那3个无人结账就会自己关掉了。我想说这目的是为什么？不是就是要没有人的时候可以自己刷吗？但老实讲，我也用过台湾的那些，就是你像刚刚讲那个自助结账，我觉得没有日本的好。日本那个真的很灵敏，然后又对你又觉得很好用。你又觉得大惑不解，这 solution 不是一个很。就是麦当劳那个也顿顿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台湾的都有点顿顿，不知道卡在哪里。然后肯德基也是，然后想说这东西不是应该是个蛮标准，然后全世界已经很普及的东西了吗？为什么还是怪怪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日本的强项，他对那个使用者体验非常在乎。但你这时候讲，有时候网站跟 app 还是很烂的，就是他们好像有时候很悬殊。所以你搞不懂为什么，就是顺的很棒，然后 UI 也很漂亮，讲究设计。但是有一种另外一部分的网站是90年代风格 ，App 也是90年代风格，对，就是落差也是巨大。不过我最近我住的经验下，我觉得我用的 App 我觉得都还不错。什么我买电器的时候用的什么那个yodo巴西啊或 Bkarma， 我觉得 App 虽然简单，但是不会难用，堪用，对，好用。对，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像这个 Life， 我就觉得很好用啊。然后各种 App， 生活上面的，我觉得都很好用。哦，但他们的那个交通的也很好用啊。那个用来搭捷运，搭地下铁，那个换乘那个也对，那个也很强啊。好吧，他们真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难以，他的技能会往那个方向走，而且像是。因为东京的地铁有 JR 加东京地铁，所以错综复杂。他们那个 app 可以那么准确的说这个车几点，或者马上讲出路线。我觉得那有 Open API 耶，我觉得 Google 有把那传上去。但 Google 的没有那么准哦，真的啊。所以如果我要坐电车到一个不是那么直觉的地方，我会用那个日本的 app， 我不会用 Google Map。很玄妙。你在日本是不是很少看到特斯拉？很少，它没有那么多充电桩吧？我觉得好像日本人不喜欢特斯拉的感觉，你也觉得很奇妙。就是他们是我记得 Elon Musk 曾经在某个节目上有讲说，日本的渗透率实在是太低，我们要加强这件事。好像在去年年会还是大会上面有讲，但的确就是很少看到特斯拉，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有感觉到，比如说比亚迪之类在那边比较起飞吗？比亚迪也没怎么看到，比亚迪没怎么看到，还是日本国内的车厂比较多吧？如果是自用车的话，对啊，就那种什么 K car 什么之类的 ，Toyota 什么的。真的是没有，就觉得日本有日本玩法，日本真是有日本的玩法，就是你就觉得，就同时有一些技能点的很高、很尖端科技，然后有一些你就觉得全球都在红的东西，他们为什么没有爆发？对，然后我就觉得你现在，因为你要讲一个网络的领军人士，你除了孙正义之外，你好像是就你会想要乐天或传统的那几个人，然后还是那几家大的，然后就没有想到其他人，超奇怪的。对，好吧，那你没有办法帮你立其他 flag， 一直想立一些邀到的人。2年后再邀我回节目说，到底邀到那人了没？这样。好，那接下来如果假设我今天是台湾新创，如果我听了今天节目，那我想明年参加，我明年想要参加 Sushi Tech，我明年想要成为参访团的一团，这要怎么弄啊？没有，你要先参加今年那个8月底的那个 Japan Taiwan Summit， 台湾最大的东京的活动。所以就在东京还是在台湾？在东京。先打一下广告。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可能3-4年前开始先办的这个活动，然后这样一路下来累积的。所以我现在要去哪里报名这件事情？现在可以密切关注官网跟脸书。什么 CT？ 你再讲一次。Japan Taiwan Summit。哦 ，Japan Taiwan Summit。JT。OK。那个 slogan 是 Together Go Big。Go Big。那要有个星星，是不是？在一起强大。Epic stay together。OK， 好，所以那就是这个
大家一起去就可以。那要多少钱啊？就是负担自己的多少机票住宿哦，然后就可以参与这一团。那你有没有什么个人比较宏大的愿景，说在台湾办一场大的，比如说把一堆日本人搞来，然后办一场大的？不过这有个泡剧问题，对不对？不是，我毕竟也是在这个圈子有很多年，我不想就是办一个活动，然后就烟火没有后续，都要烟火型的，你也不会来参加，你也是挑得很啊。所以我觉得要想说有什么特殊的角度，透过这个东西的下一步就会有更多成果。这是我在想的，要有点品味，不能就是随便办个活动，不能办个烟火秀。对啊 ，OK，好吧，那我们来讲一些轻松的。你现在读什么书？也不能算书，但我最近一直在读《王者天下》。王者天下》这不是个电影的原本的小说。对，是一个日本的漫画嘛？靠腰嘞，完全不一样。是日本的漫画，然后他在讲秦朝那个秦始皇统一6国的故事。OK， 在日本红到真的是不行。最近吗？但因为那个也蛮多年，但是最近反正很红，因为他有电影。然后我跟一些加速器聊，他们就说他们有指定这个读物是创办人一定要读的，就他们对那个非常推崇。那我当然也看了蛮多，然后我觉得。我很佩服日本人，他们为什么可以研究中国历史研究的这么用心，然后把那个战役巨细靡遗讲出来，然后又讲得很热血什么的。然后我当然也因为那个去读了很多秦朝历史，对秦朝历史啊，然后可能汉朝什么，就一路在读下来，读比较认真的书。那我就觉得那个东西也是一个很适合你跟日本人破冰的东西。你就说，有没有 Kingdom 有没有看？我现在也在看什么，然后他们就我们也在看。你讲电影，那个是日本人拍的电影还是谁拍的电影？日本拍的，那日本人画的漫画，然后日本人改编成动画，然后日本又拍成真人版电影。我完全在我们台湾圈里面没有看过这件事情。日本超级红好我很常用这个跟他们聊天。破冰，然后新创圈必看。而且我们的优势是我们从小读这种中国历史，我们可以补充，还可以嘴炮一下，说那个是错的。然后其实我那个什么大将军，我们根本就没听过这个人，根本这是虚构的，这是虚构的。这其实跟那种就是中国有很多那种架空型小说、历史小说可能很像，然后或者是那种那个什么剧啊，中国大陆剧的也有很多这种架空的，对不对？不是，但那是大部分还是基于正常的轨道，它是有些战役，它可能大方向是史实，对，大方向是史实。没有，因为三国中国大陆也拍了很多种角度的有司马懿角度的因为本来演义就是小说啊，他就各种角度切，每次切，大家都有不一样。之前不是什么军师同盟还是什么军师联盟之类的。但是日本的强项，他会把东西弄得很燃，就是他会突然说赵国什么有3大天，就是3个人是赵国3大天。然后我以前读从来没有知道他们有这种称号，什么秦国6大将军，他们可以自由奔驰中原。然后你就会觉得哇，难怪我们看日本人的漫画觉得他们厉害，什么几大天王什么之类的，可能也都是掰的。对，他们的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啊。你要写的很燃，你不掰一下怎么会觉得很酷？确实，好，这个很好。你最近你有做什么运动吗？除了或其他休闲嗜好？我比较特殊点休闲嗜好是我很喜欢泡茶。我对乌龙茶蛮有研究的，所以是那个要这样一壶，然后里面有几杯这样子。你是泡台湾茶吗？泡台湾茶、功夫茶，然后我对台湾这些茶就比较我还蛮讲究的，所以这是我另外一个武器。对，就是只要有那个海外朋友来台湾，我就带他们泡茶。很棒哎，这是一套文化体验。对。这个可以在刚那一声，可以在最后结尾，在你那个。我已经很久没听到人家讲说有这个梨山茶这个红乌龙，感觉是个有品味的。而且日本人非常非常喜欢乌龙茶，台湾的乌龙茶。good， 参考一下，太好了。那最后理财呢？你有什么理财哲学之类的？理财不是看你们的相关网站都说 ETF 直接投下去，所以你是指数型投资人。我相信你们网站呢，你相信我们网站？那是博风，那博在外面可以找他。但对啊，这是现在大部分。但你是买美股的，台湾的还是日本的？就透过透过台湾的 App 买美国跟台湾的 ETF 啊。你有研究过投资日本的？你就是有什么方式你可以个人投资日本之类的？我没有特别研究，因为我看了很多日本理财型 YouTube， 他们全部一概不推荐投资日本，超坏。因为日本的确，我前阵子在去年还前年他们都说巴菲特在投资了，然后我就开始投。
就是跟美股的涨幅还是有差距，就是它有涨，日本有涨，但是你就觉得那我还是投资美股好了。对，因为我原本想我住日本，我是不是要投资一下日本？我可以跟别人说我了解这个公司，但是实在那边的 YouTube 实在是太强力推荐美股了，他们完全没有推荐自己的人投资日股，而且他们还会说不推荐投资日股。我直接不推，好狠哦！好吧，太好了，那感谢今天柯奇来参加我们节目，感谢邀请，谢谢，拜拜拜拜拜。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